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，现在是1:03，然后本来想要去旭海1:17，本来想要去旭海拍银河，后来发现天气好像不太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2集团，6龟再上去的2集团 ，Go！ 2266。本来其实预计是3月中再去拍银河，但年假结束前的这个礼拜6晚上，刚好精神很不错，所以没做什么功课的情况下，就还是决定去看一下银河。通常车程同样2个小时左右的话，可以选择旭海或是2集团，一个可以有海景，一个有山景。当天来回的情况下，再远的车程就真的会觉得有点太远了。每次都会在这边先停一下，6龟。这是最后一个超市了，然后我都会固定在6龟的这间跟农会合并的全家补给买一点面包饮料。我之前都是骑摩托车上来，也已经2年多没上来了。这次开车觉得路况其实没有到非常好，自己开车的话可能要多注意一点。直接导到2集团的樱花公园，但说实在我没有很确定这边哪里拍可以有好的前景。停好车后，用 iPhone 拍的话，一片漆黑，好吧，不偷懒，改用单眼录影吧。那我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看到是他很久以前的样子。这个亮度感觉就很像现场看到的样子了。这种肉眼就能看到这么多星星的样子，很接近我小学在乡下每天都能看到的星空。每次看都还是很感动。我有带一个小小的移动电源。使用上面附的 LED 照路，其实亮度不高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这个光害程度下的星空。如果依照光害地图上的说明，这边大概是4级左右。顺便一提，武岭也是4级或是3级，但因为我也没去过3级以下的地方，我很难想象更低的会是如何。现在这个程度，体感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边走边寻找适合的拍摄点，我是设法逼相机到录影的极限才这么亮。现在不开灯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哦。这几天适合拍也是因为这几天是完全没有月亮的情况。分享个小知识，现在2月可以说是银河季的开始，银河大概3点半到4点间就可以开始拍了。之后每个月银河都会提早2个小时，但想拍横躺的银河只能趁现在了。暑假虽然入夜就能拍，不用熬夜，但是就只能拍直立的银河了。打开 App 看一下银河出现的方位。准备拍摄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把顶楼的相机收起来之后，居然忘了把快拆板装回脚架上，所以我白带了大脚架，也就无法用赤道仪模式了。但这时候懊悔也来不及，改用经纬仪模式也是可以拍的。现在银河好像出来了，但是下面还是被云挡住了。我努力的。这个是即时的影像，刚好银河就被这个挡住了。现在只能祈祷银河上来一点，看得到。女朋友是都市的小孩，她甚至没有用肉眼见过银河。这个场景看得出来吗？这条银河。可惜没办法拍出银河躺在山上的样子，实在太暗了。我改拍缩时摄影看一看，不拍不知道，拍了吓一跳。天空中的热闹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。有非常多的光点划过夜空，我本来还以为它是流星之类的。但它从画面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没有消失，但是也不像飞机，因为没有闪烁的灯号。答案似乎是看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造卫星了。对于不拍照的人来说，像是我女友，其实很快就会审美疲劳，加上没有事情做，就会开始想睡觉了。一起躺在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斗，想起小时候全家爬上屋顶一起看星星的回忆，真的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忆很深刻的画面。
时间也接近日出，就收拾，先让女友回车上休息吧。大老远跑来，摄影人通常都是会顺便去看一看清晨有没有机会出大景。一个人再度走回去，而且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摊位，才发现现在似乎是樱花季。这边是那个宝山2集团的樱花公园，太晚了，还看不到什么。来的时候全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看起来，真的有樱花现在天色慢慢亮起来了，星星就比较看不到了，只剩最天顶的了。哇，看起来真的有樱花这是我拉高 ISO 硬拍的。哇，真没想到刚好赶上樱花季酷这个晚上拍的就叫夜樱了吧？现场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下去都还有我怕等一下就要回家了，先拍一下给大家看。日出了，但是也要回家了。每次拍完这种银河回到市区，都会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刚刚是在另一个时空环境，突然被拉回现实，还是这只是熬夜的后遗症啊？有人懂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昨天拍的照片吧。可以看到，其实我没有拍很多照片，因为真的就是天气的关系。这边到这边是接片的，这边也是接片，但是成果其实没有很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几张都是测试的，这个也是测试的。然后这个接片我本来想说应该效果会不错，但是看这边就是刚好都被云挡住了，所以这也算不上什么作品，就是普普通通，这个也不是很漂亮。毕竟我只是简单的拍一拍。这张也是接片的效果，很可惜。我虽然接了蛮大张，但是银河还是这个云还是太多了，真的是可惜。没关系，就当做是踩点，好吧，算了。但是昨天我还是有用德沃3的经纬仪模式拍一张，然后上次也有人说想看我简单后置的效果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好，这边看到的就是昨天拍的那个档案，然后也有人会怀疑说这是不是 AI 啊？其实你可以看，真的不是，它会帮你先区分好帧跟坏帧，这边都是失败的。为什么失败呢？你看可以看到，放大一点，可以看得到它可能就是这边应该都是刚好被云挡住，星点都很少，看一下，对吧？星点都很少，甚至完全看不到，或是有这种脱线，明显脱线的，这个也都是跟踪失败的。看，甚至还有一些是可能飞机飞过啊，可以看得到，看每一张其实都不太稳定，甚至它这个判定成 OK 的这些脱线，其实后置的叠图之后它都会看不到，所以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。重点就是有没有脱线，每一张效果都不太一样，每一张我都拍10秒钟而已。说实在，如果10秒钟的话，成功的有一些还蛮亮的。去10秒钟有这个效果算很厉害的，这真的是光害的功劳。那最后面它就会给你一张它自动叠好的图片，这张系统就叠了1080秒，再加上刚刚有一张80秒，就大概差不多铺20分钟吧。就是因为有刚刚那一些这样叠起来之后，它才有这样子的效果。真的说实在蛮厉害的。这张是它系统内建修图，它会帮你修成大概这样子。那我们就靠我自己能修成怎么样吧。那我们看这个工作资料夹通常会有4个，然后就是把刚的成功的档案，不成功也可以把它丢进来这边 Lights 的资料夹，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拍摄的照片。如果想更了解的话，其实上网很多教学啊，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得完这张之后，我们就把它丢进我们的修图软体里面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黑的，因为其实它是线性的模式，就是弱档的那种感觉。它所有资讯直方图，它资讯可能都集中在这边，因为毕竟是太暗的东西了。那我们就是要靠我们的数位方式把它拉深。现在看到的整个绿绿的，就是你如果没有修的话，它可能感光元件绿色的像素比较多，所以通常拍出来都是偏绿。
那第一步的话，通常就是先点这个 Astrometry， 不确定这个功能的话，它就是要让这个软体知道说你现在拍的是哪个地方，它这个星星的位置是哪里。因为我是智慧型摄影机，所以它这些资讯其实都在原本的档案，它都会记录下去，你就直接按好就好了。然后它就会去它的伺服器接收资讯，再来就是校色。你如果有刚刚解析成功，就可以用这个 SPCC 这个校色。这边也是打入你的 CMOS 跟你使用什么滤镜，我这边基本上只要说好就好了。校色完之后，它就会给你一个大致上基本正确的颜色。我们不敢说是100%跟真实的像星星有什么颜色，因为毕竟这种修图就是个人的美感偏好，但至少它就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起始点，不然像刚刚这种绿绿的，你可能就很难处理。那通常下一步就是裁切，会把这个四周不太好的像素把它剔除掉，因为毕竟是叠图，加上我这又是不是赤道仪模式，所以四周不太好的像素其实蛮多的，我们就大概保留好的，把它删除裁切。那接下来是做梯度校正，把光害的地方把它去除，但是明显看得到我这个拍摄的地方光害很少，所以看得到它这边其实没什么需要校正的，但是我们还是简单的校正一下。通常我会选用 Grasper 的梯度校正，但是也会用这个 Auto BEG 的话，它就是你可以设定你要保护的地方，这个对有一些星云类的它起的保护作用我觉得比较高。你就大概画一下，看起来是红红云气的地方，这其实感觉是好。确定之后就可以执行，但可能差异不大，对，因为这个光害真的等级太低了。好，下一步通常就是降噪，这个 Grasper 的降噪真的效果非常好。如果要降噪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用传统的那种Lightroom Photoshop 的降噪，或是其他的 AI 降噪也没有办法。但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种星星的，它拍出来星星跟噪点其实它长得很像。如果没有专业的星空降噪软体，它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星点或是噪点。看一下现在噪声程度就是蛮高的。那因为小感光元件这个信噪比其实不高，所以我通常都直接降噪都给它拉满。因为你如果是PC 用户是 NVIDIA 的话，它可以用 GPU 加速，但是在 Apple 上面，它那个程式库好像没有设定得很好，所以它都会失败。这时候就会改用 CPU 来运算，所以其实就蛮久的。这边就等它一下吧。趁这个降噪期间，我也跟大家稍微看一下我现在有哪一些的这个 scripts， 就是预设的动作吧。这边基本上都是 D-Roll 里面预设的，然后这边是我自己装的，我没办法很详细的介绍，但是像这种 Cosmic Clarity 的这个一定要装，这个都是佛心来的，它这个效果跟付费软体相差无几，但是它是免费的，真的是佛心。然后这个 Grasper 也是必装，然后这边这个是凸显云气的，然后这是等一下会用的拉伸的。这个是星点合成的，但是我今天就不会用这个星点合成的预设，继续等待。现在时间5点12分，晚上睡不着，起来录这个，所以声音会比较压低一点，希望大家见谅。好，快好了，95、96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降噪的效果其实很显著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放大，看一下前后的对比，有没有？而且大家不仅发现那个噪点不仅消除了，星点感觉也变大了很多。这是因为它降噪完之后，可以说讯噪比就变好了，所以它在自动拉伸之后，看起来星点就变更大了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通常会先做缩星的动作。缩星的动作就是会用到这个 Cosmo Clarity 的 Sharpen， 这个也是神滤镜。如果专业的话，可能会用一个付费软体，这个付费软体，这个好像我记得是80还是120美金吧，但效果比这个好，没错，但是真的就只有好这么多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必装超神的。它那个星点，你如果它本来这么大的话，它缩小之后就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精致、更细致，好像你是用更好的摄影机、更好的镜头拍出来的效果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一步。
有些人会把星点跟星云分开之后，再把星点缩小，但是哪一个效果比较好，我不确定。总之，我就是用比较简单快速的方式，大家可以之后交互的测试，看怎么样才是你觉得最好的方法。好了，成功了，可以看得到缩星前、缩星后、缩星前、缩星后。虽然是锐化没错，但是它是用反卷积的方式，它不会凭空捏造讯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时候我可能还会再做一次这个 SPCC， 因为有时候颜色感觉会跑得比较多。好，关闭，这时候可以拉伸了。你可以另存新档之后，在别的软体拉伸，或是用它这个内建的拉伸，但这个真的是学习曲线还蛮陡峭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可以试用看看这种自动拉伸。然后这边填上你的用的 CMOS， 通常选的 Auto， 然后这可以预览一下，这是它预览的效果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但我通常都是预设，都是靠之后再修啊。再回去预设啊，大概就好了，因为我主要还是看后续的 Photoshop 的方式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是拉伸过后的影像，这时候就可以，你也可以每一步都存档，但是我这边就是用这样。好，另存 TIFF 档好了，存16位元，其实我觉得就蛮够的。好，这张就是我们刚刚，这是原始档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拉伸完之后的影像。这时候 Photoshop， 因为我使用 Photoshop 非常久了，所以我都还是从这边弄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在 Zero 里面你可以用这个 StarNet 的去星功能。其实现在去星功能已经越来越多了，但是这个你如果有装的话，它就可以在那里面去星。这个去星的话，就是让你的星星跟星云可以分开，你之后处理星云的部分就不会影响到星星。这也是蛮关键必要的一步，可以看得到，看去完之后，其实看蛮干净的，效果很好。就这个时候把它拉伸的话，去修这张图就不会影响到星星了。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偷懒，都是用 Photoshop 里面有个摄影师詹姆斯，他开发的这个慧眼去星，我觉得效果非常好。詹姆斯摄影师他的频道其实蛮多硬的干货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。观念其实跟我蛮接近的，它也是把星星都去掉了，然后它就可以分两个图层，一个是星点的图层，一个就是刚刚这个星云的图层。然后像这张之后，就可以靠你自己的方式，用各种不管是曲线或是各种工具，我可能稍微先拉一下，放大一点，这边就可以拉大了，这边就可以弄细致一点，这边是最亮的地方。我们就把它充分利用这个动态范围，然后背景的地方把它压暗，然后云气也是在这边暗的云气把它拉高，这边是背景的部分，背景跟这个其实蛮接近的，这边要做得更细致一点，看一下红色等一下再弄好了，然后也可以用 Camera Raw 里面，这边其实我每次调的其实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边大家就看看就好了，但基本上就是这边就是个人美感了。这时候也可以用那个自动色阶来看一下效果，因为虽然主体这边讯噪比还蛮不错的，但是边缘的话就蛮糟的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用一点一般的降噪工具 ，Sharpen 就不用了，锐利化都不用了，我们只要用到这个去杂讯的方式就好了。专注看一下，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太推荐用这种 AI 的降噪软体啦，但是就是可能视觉上效果会好一点，但是以严谨的天文摄影来说是不太推荐的。不过我们就是图一乐，我们就大概自己看得开心就好了。好，通常我也不会加上这一步，但是就是给大家知道有多一个选项。看一下前后加上星点的话，就是效果差不多长这样子。然后星点的话，我们没有在那个星点合成的软体里面，但是我们这边也可以自己再另外合成星点。你如果觉得星星太不明显的话，我们就把曲线拉亮，那么星星就可以更明显。但是尽量避免不要让这种星点看起来是过曝的
星点，通常我们是觉得这种是比较丑的，所以就是你调曲线的时候，不要让它顶到底。那你如果觉得星星太多，有点干扰到你这个星云的画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暗部往下拉。暗部往下拉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比较暗的星点就会淹没在这个背景里面，只会有一些亮星点缀，就可以更好的强调你的这个星云。这就是看个人偏好了。我是偏好星云要有一点，星星要够，不需要到这种很少星星，这样其实就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好，然后有些人喜欢星点会有颜色，我们可以先饱和度调最高，它可以让你比较看得清楚这个你想调的星星的颜色。那通常我会希望星星是偏蓝色的，但这个真的就是图一乐，就是自己开心就好。因为严肃的天文摄影师绝对应该不太会搞这些，像没什么要变动的，我就让它饱和度有加一点就好了。饱和度有加一点，好，确定。好，基本上成片就大概是长这样子吧。简单修，其实你闭着眼睛修的话，就大概10分钟内就可以修完了吧。但是你认真慢慢去细修的话，可能也是要花个1个小时，可能要我像这种细的星云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始的资讯其实就只有20分钟而已，它不一定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，反而是你可能之后再拍久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当它的资料量够的时候，你修起来会更快，然后效果也会更好。那个时候再花更多时间去修的话，我觉得成本效益比较高啦。好，这时候另存新档就结束了。好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，其实我修了3遍，3遍的效果都不太一样。这是第1遍修的，这是第2遍修的，这是第3遍修的。其实每次都有一点不一样，其实我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。现在最喜欢刚刚修的这张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好，以上就是简单的修图小分享。那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